经过欧阳导师和陈木大师的批改，成绩已出，现行公布。魏震，啊，是我，大哥，我就说我在炼药一途上很有天赋的嘛。安静。魏震，多谢。赵灵山，李清风，王启明，王安。老天开眼，让老朽通过了笔试啊！哎，这个王安30多岁才成为炼药学徒，这30年来每年都要参加数次炼药师考核，总计不下上百次了吧？可始终没有成为一名炼药师。你们几个通过考核的，收拾收拾，跟我进来吧。且慢，为何我不在名单之中？没你名字，便是没有通过考核。我不可能没通过笔试。不可能，秦晨，你以为你谁呀？哼！好了，没你名字便是没有通过考核。你若再阻碍考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秦晨，你以为炼药师的考核是那么容易的吗？可笑！哼！那我们先进去了。三位大师，谁是秦晨？我便是。你是秦晨？流光大师，是陈木药师给他报的名，没有惹怒到您吧？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！好，很好。看来我大玄国丹阁未来有望了。好，你们7人随我一同进去，参加第2轮考核。各位请。陈少，你藏得好深啊！哎，秦晨，不，他都能考上，是啊，我怎么又没通过啊？第2轮考核是随机考核炼药10项操作中的1项，此次第2轮考核将考核诸位的控火能力。控火能力怎么办？怎么考？之前考核不就是变药什么的吗？10项操作中，也轮不到控火呀。炼药的10项操作分为变药、分药、热鼎、控药、控火、明丹等。这其中变药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，也是作为一名炼药师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技能。以往的考核也都是考这一项。大哥，想不到流光大师会考控火。众所周知，控火能力的大小是一名炼药师能否炼制出精良丹药的前提。若是连控火这一细节都做不好，谈何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？第一个，魏震，展示你的控火能力吧。丹火分为很多种类，包括震火、真火、妖火、地火、天火等。其中，震火、妖火是后天所有，为外火；而炼药师自身真气所形成的火焰为真火，属于内火。炼药学徒没有专门修炼过火系功法，无法形成真火。掌握震火是炼药师最基础的。
这就是你所展示的控火能力吗？将你面前的火焰分为3朵，呈品字形，展示一下。连最基本的控火能力都做不到，也来考炼药师？下一个。众所周知，控火表面上考验的是炼药师控制火焰的能力，实则上却是考验炼药师精神力的强弱以及细致能力。这可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繁琐的过程，对灵力的要求极高。就凭你们几个，哼！所以还是让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吧。怎么回事？燃起来吧！不是，考核失败。下一个，王启明。你也退下去吧。看来还是练刀更适合。这流光大师的要求也太难了点吧？这样下去，有谁能够通过呀？下一个，赵灵山。不错，好，终于完成了一个。不错，你通过了。谢3位大师。下一个，李清风。分焰是控火能力最基础的技能，一名炼药师必备的能力。其实流光大师出的题目很简单，只要明白了火焰的属性，明白了聚火阵的运转，再加上一点点精神力的掌控，便很容易完成考核。3朵火焰是火焰结构里最基础的结构，
一名真正的炼药师，在1阶精神力下，若是想要完成5堵，也并非难事。5堵，5堵，简直是天才啊！燕分5堵，并且操控得如此自如，能力非凡呐！啊，还算不错，你通过了。多谢流光大师。此人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并非灵力有多过人，他觉醒的应该是一种火系血脉，天生对火焰敏感，修炼的也是火系功法，体内真气自带火焰属性，因此在控火上比其他炼药师轻松数倍，自然容易。下一个，王安。竟然通过了3个。本以为第2轮考核会难到极致，谁想到6个人当中竟通过了3个，这也是超出预期了。下一个，秦晨。秦晨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怎么只激活了一半的阵法？连聚火阵都激活不了，也想通过控火考核？秦晨，你不是炼药学徒，能激活一半的聚火阵，已是不错了。到时候回家烧饭应该用得上。现在应该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天才了吧？秦晨，你下去吧。激活了一半的聚火阵，根本无法做到焰分3堵，所以不好意思，陈木大师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一半的聚火阵，阵火十分微弱。即便做到焰分3堵，也无法做到叠加成型。我没听清，大师，你方才说什么？这小子是故意玩我的吧？这不可能，只激活了一半的聚火阵，火焰十分虚弱，根本无法成型，更别说分焰和叠加了。你在作弊！谁说只激活一半阵纹就无法分焰叠加了？这还用别人说吗？这是每一位炼药师都具备的常识。你那算什么常识啊，李清风？那我问你，你知道这面前的聚火阵一共有多少道阵纹？我又不是阵法师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这次不收你学费，破例告诉你，你面前的聚火阵属于1阶聚火阵，一共由108道阵纹构成。一般炼药师只需要激活36道主阵纹，便能形成稳定的火焰。通过控制副阵纹的数量，便能对火焰的温度、形态进行控制。此法可以大大解放炼药师的灵力。此次考核我一共激活了36道主阵纹，
18道附着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炼制出的火焰十分稳定，而且也十分适宜分焰。这就是我为何只激活了一半阵纹的原因所在。这才是常识。简直胡说八道！我练控火这么久，从没听说过你们这些理论。3位大师，他这么说，只不过是想掩盖他作弊的手段吧？说实话，我也没有听说过秦晨所说的理论。通过激活阵纹的多少来控制火焰的温度和形态，这的确是个新鲜的概念。抚育丹塔中3岁小孩都知道的东西，丹阁的3位正式炼药师居然都不知道。这大玄国的确偏僻落后。如果诸位大师不信的话，就亲自试试喽。居然真的激活了！这团火焰颜色较暗，温度也较低，但是结构的确十分稳定，即便不用精神力的控制，也没有一点溃散的表现。这等理论，我们之前居然都不知道啊！其实，只激活18道副阵纹，可以解放炼药师80%的灵力。别说验分3道了，5道、9道，不可能，9道都轻而易举。这怎么可能？这难道便是？这难道便是传说中的9焰宝塔法？流光大师，流光大师，请问我的第2轮考核过了吗？通过，谁敢说不通过？这赵灵山、王安、李清风、秦晨参加第3轮的考核。多谢大师。第3轮的考核是1品真元丹的炼制，每人仅有1次炼制机会。现在开始吧。太好了，1品真元丹的炼制并不难。这次考核我定要成功。上一次年末大比大义输给了你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赢。这就开始炼制了。炼药过程复杂千变，前期的准备工作一定要细致到不能再细致才能开炼。1品真元丹虽说是常见的1品丹药，但炼制过程一点都不简单了。这秦晨不会是连过2轮的考核，自大了吧？莽撞，太莽撞了。反正时间还长，有他在前面打头阵，正好观望观望。
什么？这……哼，这秦晨以为炼丹药是炒菜了，随便将食材和佐料全部丢进去，煮熟了就行。即便是炒菜，食材和佐料的加入也得有一定的顺序吧？这哪里是在炼制啊，简直是在胡搞！这么多药材一同放进去，也不怕炸炉？本以为这个秦晨是麒麟之子，没想到在炼丹方面却一无所知。这么下去，极为容易炸炉。大家小心了。哪里的药响啊？莫非？三位大师，我的已经炼制好了。这就炼制成功了？我来看看。丹药饱满滚圆，通体纯白，如艺术品般完美无瑕。十分光滑，而且手指上没有沾染任何的药粉。只是这颜色为何是纯白？正常的真元丹不都略带青色吗？莫非是上等真元丹？即便是你我，也不可能一炉炼制出12枚上品真元丹吧？这不是上等真元丹啊！我就知道，这怎么可能是上等真元丹？肯定是胡乱炼制出来的废药。这是特等真元丹啊！顶级的特等真元丹！什么？顶级特等真元丹没错。老夫是2品炼药师，炼制过的1品丹药不下100炉，但是也仅成功过1次。距离考核结束还有半个时辰，诸位还是抓紧时间吧。够了！若不是秦晨，我怎么可能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？我成功了！恭喜你啊！谢谢。这秦晨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第一次参加考核就成功通过了，灵山郡主也一次通过了。看看我自己，唉，数十年苦练，若这次考核再次失败的话，便到此为止吧。可
可能我真的不适合做一名炼药师。6粒下等一品真元丹，2粒废丹，王安第3轮考核通过。我成功了，哈哈哈哈！我终于成功了，我是炼药师了。谢谢3位大师，多谢3位大师。好了，今天通过考核的，可以凭借考核通过凭证，去兑换1枚1品炼药师徽章，并在丹阁注册在案。今天的考核就到这里。多谢流光大师。清晨，你且留下。清晨，你天赋卓绝，今后的前途无量啊！流光大师，既然我已经通过了炼药师考核，不知道有没有资格见一下你们阁主啊？你要见阁主？哎呀，阁主大人日理万机，就算是阁内的炼药师想见他一面，那都是极难的事啊。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？因为我找你们阁主有要事相商，想跟你们丹阁做一笔生意。啊，我是丹阁的2品炼药师，这点做主的权利，老夫还是有的嘛。可是此笔交易十分重要，可能还是要请你们阁主亲自出面。你没见过阁主大人，不知道阁主的脾气。若无大事，不要说你一个新进的炼药师，就算是老夫，恐怕不免要受到责罚的。你若执意要见，老夫也可以代为通报。啊，好，那就有劳流光大师代为通报一下。啊，既然如此，你便随我们一起回丹阁吧。啊，请。阁主大人，属下流光。今日考核一名新进的炼药师，他说想要见您一面，跟丹阁谈一桩生意，必须要阁主亲自定夺。阁主大人，一个新进的炼药师能有什么生意和我谈？流光，你也是阁里的老人了，怎么连这点小事也要来打扰我？此人非同一般，属下思量再三，阁主还是见一下的好。哦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此人怎么个不一般？啊，新晋炼药师是一名18、19岁的少年。嗯，18、19岁的少年，这倒是挺稀奇的。此人在第1轮笔试考核中得了满分，第2轮的控火考核施展出了九焰宝塔法，第3轮炼制考核更是直接炼制出了12枚特等1品真元丹。有意思，我突然又不忙了。既然他想找我谈笔生意，那就走吧。我倒想看看，这样的天才究竟长什么样。